川普又丟出了一個讓台灣人非常震驚的消息，就是他在上飛機前接受一個媒體訪問，那個媒體訪問非常直接的問他說：“你會跟台灣的賴總統通電話嗎？你會跟他來談軍購的問題嗎？”他並沒有否認哦，他說：“哦，會啊，會啊，我會跟很多人談，我們來談談這些問題。”而且這個的前一個是他在空軍1號接受媒體的訪問，他在空軍1號就講說，他當然不希望說有人認為說，因為有美國的人的支持，所以呢你就走向了獨立。那另外一個關鍵就在於說，他說軍購這個問題，他會跟管理台灣這個地方的人來好好談一談。而管理台灣地方這個人，當然就賴清德總統。那為什麼川普要做這個動作？因為川普在第一任上任的時候，他曾經打電話給這個所謂的蔡英文，結果當時據說他的感覺非常不好，因為他打完電話給蔡英文之後呢，受到中國排山倒海的壓力，讓他去跟中國交往的時候受到很多的干戈，所以他說：“他不要再犯這個錯了，他不要再跟這個台灣的這個領導人或者是台灣的總統來這個會面，或者有任何的接觸。”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在這個時刻，為什麼又主動的把賴清德給搬了出來？有人講說，他其實在創造一個籌碼，因為他跟中國的談判還沒有完結，中國給他的承諾都沒有履行，甚至川普需要中國最關鍵的就是伊朗問題。中國如果能夠在伊朗問題幫川普一馬，現在川普陷在伊朗的這個泥淖，可能比較容易脫身。所以這個台灣牌如果打出來，會對中國產生壓力嗎？那如果這個台灣牌打出來以後沒有壓力，中國不買單，他真的會打電話給賴清德嗎？那如果真的打電話給賴清德，那美中台三邊的關係又會發生怎樣的衝擊呢？談到這個問題，當然我們要找這方面的專家，非常熟悉的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來跟我們聊天。董事長你好。郝杰好，各位網友大家晚安。好，董事長剛剛講的，這是一個最新的發展，所以一定要來問你，一定要問你說這個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知道第一次他在這個所謂的幕僚建議的狀況下接了一通電話，接了這個蔡英文總統恭賀他當選的電話。接完電話之後，我們看到後來他的這個所謂的裡面的白宮的那個幕僚所寫的說是，他非常生氣，他覺得他被騙了。我接了這通電話之後呢，對我沒有任何的好處。我知道川普是一個交易的人，我沒有好處。結果呢，中國又給我排山倒海的壓力。那我本來上任以後，我要跟中國來往，我要跟中國交易，我要中國互動。結果呢，門都被關掉，他就很生氣，說：“以後我再也不要跟台灣的這個領導人或台灣的總統來見面，或者是說有任何接觸了。”那這一次為什麼又特別的把賴清德給搬出來？郝杰，我們是不是可以回頭看一下？昨天剛好是520啊，520啊，總統有做了一個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講啊。演講裡面的很多的對台灣有未来的期待哈，但它中間有一個對我們國際大環境的敘述哈。整個演講裡面漏了一個最關鍵的一個名字，漏了什麼？川普。因為昨天已經整篇沒有提到川普，他整篇沒有提到川普，而且他一直強調說台灣的未來台灣人決定，台灣要有抗拒，要有抵抗外界這個境外勢力的這個境外勢力的侵犯啊，或者壓力，類似這種說法。那今天的境外勢力就來了，川普就來了。所以昨天我寫了一篇文章，就是我們的總統為什麼不面對現實呢？總統昨天就知道川普會出在我們的台灣的上空，在陰影的不斷的環繞啊。所以昨天我們現在先檢討，昨天我們的賴清德總統是不是沒有告訴我們台灣人真話？對，然後只用這個5000塊錢的這個。5000塊錢台幣來搪塞我們0到18歲每個月5000塊，對，這個是很壞的一個做法，你知道嗎？所以我今天要譴責賴清德總統，你昨天就應該要演講裡面告訴我們說，川普是存在的，境外勢力裡面有川普，不斷的要來干擾我們這個國家，這是事實。你居然不告訴我們這個事實。我不懂，你現在講這個有一個非常有趣哦。如果今天川普說我要打電話給賴清德，賴清德接還是不接？那如果今天川普做了一個動作，說，我今天要打電話給賴清德，那賴清德不是接跟不接，他是要不要主動打電話說，川普先生，你要找我嗎？我們是不是要來談一談？不，這兩個你要就回到第二個故事了，就是說你要拿賴清德跟川普打電話，還有蔡英文跟川普打電話，這兩個電話哈不可同日而語。當時是蔡英文確實是設計了川普。用了很低的成本，又透過中間人，然後做了一個外交上的重大的突破，而導致了北京極大的反彈。所以這個電話是等於是一個外交關係的提升。
就是台美外交關係的向上的一個要生。對，這個對來講的話，對北京來講的話，孰可忍孰不可忍，必須要封殺。這是大事情。是上一次，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川普是在賣兄弟茶，是在賣兄弟茶，他在虛聲恫嚇。恫嚇誰？恫嚇他要恐嚇習近平嘛？他要恐嚇習近平的理由他是什麼時候講？說他要打電話給這個賴清德的。他在講這句話的同一個時間，北京發生什麼事情，你知道嗎？就是普丁去了，然後跟普丁這個談這個把酒言歡，是啊，然後簽了40個協議，然後講得非常的熱絡，但是實際上沒有答應這個俄羅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西伯利亞動力2號油管，西伯利亞我們講真的就是西伯利亞2號，就 No.2 的一條天然氣管，氣管啊還是油管啊，總共2600公里。那這個案子已經談了10年的時間。中國昨天用定價權，就價格還沒有確定，所以我不跟你簽約。就換言之講，你看到這一次來，普丁跑到北京去幹什麼？因為這個賣東西，這個整個烏克蘭戰爭已經把俄羅斯打垮了，所以俄羅斯已經變成了這個中國的小弟，他要來求他了嘛，所以這是高低姿態之分。然後我們再去看，川普跑到北京去幹什麼？川普也是去求習近平啊，但川普的姿態非常高，因為川普的手上的牌太多了，川普的力量太大了，他是世界第一大的hegemony 啊，他是世界第一大霸權，所以普丁不敢習近平不敢小看川普，他必須要以禮相待，甚至於極盡阿諛之人士，然後還要陪他去天壇吶，然後陪他去喝茶啦。搞一大堆花樣啊，但是有沒有任何的協議？沒有，有意向書。就是有很多意向 intention。什麼叫 intention？intention 就是慢慢談，因為他們9月份還在碰面嘛。9月份碰面，結果川普在 Fox 上飛機的第一件事情就告訴全世界這個台灣軍售這個事情是一個非常好的籌碼。對，然後呢？對方要不要接受？要看對方決定。他講了一句英文嘛 ，It's up to him。那 up to him， 那 Who is him？ 川普。習近平。習近平。川普講這句話的目的，就看他怎麼，就是說看你習近平怎麼決定。對。然後他講的第2句話，我覺得這都是精心設計的。目前我們台灣關心的，以台灣關係裡面有對台獨的詮釋裡面有2個重要的一個里程碑。第一個就是 Clinton 上次在上海講的一句話。口頭上講都是非法律語言，都是用口頭上的外交語言。Clinton 怎麼講？你記得嗎？他說我們美國不支持 ，We're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我們不支持台獨。這是 Clinton。讓他一講，大家全部台灣都昏倒了嘛，把我們的戰略空間壓縮了嘛。這是已經十幾20年前。因為那個的時間點是克林頓要讓中國進到 WTO。他當時克林頓是想盡辦法，而且他給他最惠國待遇，所以當時克林頓算是美國歷任總統裡面對中國最好的一個美國總統。好，所以當時是有經過，我們所以變成有2個里程碑，一個里程碑叫做什麼？叫做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那現在呢，這一次一直媒體鬧得沸沸揚揚的，有另外一個里程碑，叫做要希望川普的口中講出來說美國反對台獨。就是從 support 變成 oppose， 那結果川普講了沒有？川普沒有講。川普更厲害，他在 Fox 空軍1號上面的 Fox 專訪，他發明了另外一個名詞，在這2個里程碑的中間，他發明了什麼名詞呢？我沒想到，他說我不想看到台灣走向獨立。你到底是支持、反對，或者怎麼，或者不支持？他突然間發明一個叫做“我不想看到”，又變成一個新的一個里程碑跑出來了。他為什麼講到這裡？為什麼不直接講到我直接反對？理由何在？就是你剛剛講一個問題嘛，條件沒有落實啊，他們的條件沒有真正落地啊，所以他故意搞一個中間的東西，就是說如果你要我講我要反对台獨的話，買單嘛，主要是沒有買單啊。那你現在講到這邊的話，就是。
現在習近平跟川普到底在談什麼？但我剛剛講的，今天我的軍購是一個好的籌碼，籌碼就代表我在牌桌上，我要對某個人要丟出來，這個籌碼絕對不是對台灣講的，台灣永遠是美國籌碼。我要這個籌碼，我要對習近平丟。看起來我就是要用這個軍售告訴你，習近平說你做了什麼事情，我可能不賣；你不做什麼事情，我這個軍售我可能賣。現在還不止如此哦，現在這個籌碼已經不是所有的軍售哦，他現在又創造了一個新的籌碼。我根本就覺得，川普今天要跟賴清德打電話，就是一個籌碼。這個籌碼也不是賴清德可以決定的。您剛剛提到說520，他講。我跟你講，我覺得賴清德連講他要跟川普講電話的能力、跟膽識、跟這個條件都沒有。今天他就是被動的接受這個電話。怎麼接受電話？因為我們是籌碼。這個重點在川普今天要拿我跟賴清德打電話，我就代表什麼？代表軍售不是你說了算，軍售是賴清德說了算。軍售是這個賴清德才是真正管理這個土地的人，他講這個地方的人。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個對中國來講，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最重大的外交的這個所謂的挫折哦。我覺得現在有趣在這，到底川普跟習近平在談什麼？談到說，第一個我要拿軍售當籌碼，第二個我要拿跟賴清德通電話當籌碼。我剛剛講，跟賴清德，你主動打電話給賴清德，而且你主動打電話給賴清德，談的是軍售，它有很多意義。我承認你在這地方的主權，你承認你這地方的統治權，我承認軍售是我跟你兩個 deal 就算了。那等於說，你中國過去的817公報，你過去的那些所有東西，是很多都被推翻的了耶。我覺得你稍微有一點點跳躍了哈，因為你要回到川普的原話。川普的原話我剛剛再提到一遍哈，他說對台灣軍售是一個非常好的籌碼。然後呢？對誰是對誰？當然習近平，對習近平，所以他對台灣軍售是一個可以恐嚇習近平的一個標的物嘛？對，或是談判。就是恐嚇的目的就是談判。哦，他們一直就川普跟習近平目前兩個正在那邊扳手腕嘛？對，他們正在談判中了哈。可是你寶傑剛剛講一句很重要的話，全台灣大概你講的最清楚的哈。因為我們當局一直不願意承認這件事情，甚至於躲避這件事情，就是台灣是美國的籌碼，一直都是啊。可是沒有人講出來啊，講就是啊，沒有人講出來啊。現在你是第一個講出來的人，偉大的媒體人終於講出來這件事情。我現在聽到說你講出來這句話，昨天我也講了這句話，對，川普也講這句話，這不是我們自己講的。我們看把川普的話傳給大家聽。好，那川普要拿這個籌碼，注意哦。他不是說我拿軍售當籌碼，他說我有一個100多億的軍售案站在我的桌上，對啊，那這件事情呢，我可以立刻批給他，或者是說我可以延遲，所以他不是拿軍售當籌碼，他要拿軍售 delay 延誤半年、延誤1年，他沒有說要取消軍售哦，因為取消軍售他沒有權利哦，是因為美國國會，川普的能力。只能夠影響軍售的 delay， 對，或者提前，或者是說延後。那習近平，你想說，我跟你談一個條件，結果只延後半年，半年後，因為你要知道嗎？美國的軍售只要一開始實施，一公布出來，那中國就有制式動作，抗議、降級、外交降級，然後演習等等動作。那我現在討好你半年沒用。不，我又要跟你翻臉。對，那我不是傻了嗎？但習近平來講說，我沒有必要對你妥協，或者我沒有必要跟你 deal。我跟你 deal的時候，你的籌碼不香嘛，你的籌碼不誘人嘛，你籌碼因為他的籌碼不，所以有人就提出來，我看到中國大陸一個學者在《紐約時報》講，那個我認識一個姓強，他年輕派學者啊，可以啊，他說我們買半年可以啊，然後我們就買一些大豆吧，就大豆換半年可以的。波音飛機買幾架換一下也可以，那就是現在的狀況。這個是就是在講現在在談的東西，表面上在談的東西。那實際上他是不是談這個？當然不是嘛。只要他要求什麼東西，他要求的東西就是你剛剛講，他要能夠脫離這個中東的泥淖。對，那這核心的問題就是中東的泥淖。那你現在講關鍵了。其實現在川普他的東西很簡單。我就是因為我陷在了這個中東的泥淖裡面，而且現在川普在美國的民調裡面，
他的這個支持度只在36%，他的這個所謂的反向已經到了62%。另外一個關鍵點就是，他現在的30年的這個公債殖利率已經破了5點了，已經破了5了，這已經到5.1了。這個對他的整個通膨，對他的整個未來美債的這個壓力，都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壓力。他不要解決，所以好，我需要你習近平幫我解決你這個伊朗的問題，因為只要只要中國繼續支持伊朗，你的軍援也好，能源也好，各方面，伊朗就可以撐下去跟美國對幹。那習近平要美國什麼東西？習近平，我如果這樣講談判的，都要各的嘛。那你今天川普也要做一些妥協、一些忍讓啊。那我習近平才可能幫你啊。那這個東西就是談條件啊，大國就談條件啊。好，那我談什麼？我們首先呢，我們現在談川普，他不是很幼稚的一個人。當然了，因为他要求中国做的事情，習近平要能夠，一定是習近平做得到的要求。當然。他不會要求一個習近平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們把範圍要縮小。一定精算過了，他一定精算過，他要求他做什麼事。你注意看，在這個整個中美談判的過程當中，你去分析他哪些事情是跟荷姆茲海峽跟伊朗有關的。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東西，他要求中國買美國的石油跟天然氣。對。這個是關鍵。對，因為當他買了美國的石油跟天然氣的同時，他就會減量，就減少對伊朗的採購。對，所以這個是習近平做得到的。是，這個很簡單，我只要把訂單轉過來就好了。那當他這邊的量一減的情況之下，那對川普的力量就變得非常大，所以他這點他做得到。那第二件事情他做得到的事情，就是聯合國，因為聯合國行使否決權，他要制裁伊朗的否決權。那這個是習近平做得到，可是習近平做這件事情的話要命了，因為表示他就是背刺嘛。對，他完全跟伊朗翻臉，他跟很多他的小弟南方國家，对，就完全不信任他嘛。沒錯。所以我覺得第二件聯合國的事情他可能做不到，然後是習近平做不到，但是買天然氣跟石油這件事情，這個中美雙方會達成協議，而且應該已經有口頭上的承諾。然後還有一個對荷姆茲海峽跟伊朗態度，他很清楚，兩件事情習近平同意啊，就是公開，就是第一個通行，就是開放通行，開放荷姆茲海峽；第二個不准這個發展這個核武，在禁止核武跟這個開放荷姆茲海峽這兩點口頭上都有協議了，口頭上答應他的事情啊，所以他才會談到花了1個晚上吃飯的時間。跟他講台灣問題，他講了一句話，他說啊，我花了好幾個小時，習近平跟我解釋台灣問題，我終於搞懂了那個地方。他開始沒有用國家了，對，他以前還認為說台灣是個國家，他用地方，他當天的用字，就開始講地方，然後後面才延伸出管理者。好，我要講伊斯蘭女人，所以。在伊朗這個交易才是他真正要的交易，對，這是川普要的交易。然後我覺得他被習近平擺了一道，或者說他認為他被擺了一道，因為他的你剛剛講了很多條件嘛，他的壓力嘛，他頂不過去了嘛，對啊，所以川普已經頂不過去了嘛。所以我今天上午寫了一篇文章，請我們寶傑哥來指教嘛。我的文章的標題叫做“狗急跳牆的川普”啊。但是後面有一個問號，就是因為我也不是外交專家，狗急跳牆的川普才是真正今天的實況。好，所以他現在提的第一招，他告訴你說，當你在跟普丁你儂我儂的時候，在這個重點，你今天川普剛剛講，我也承認川普現在有點在這個伊朗上面焦頭爛額，在這個伊朗焦頭爛額的時候，他需要習近平的幫助。可是重點來了，習近平有幫助嗎？習近平現在提供的這個所謂的協助，或者習近平的如果的介入，可以讓川普這個所謂的離開伊朗的泥淖嗎？那如果今天川普認為說啊，你習近平我跟你談了，我還不能陷入泥淖，他就幹嘛？翻桌啦，他就翻臉啦，他就冰鬥啦，冰鬥之後賴清德的角色就出來了。你把這個問題啊，你再看《紐約時報》大概是3天前有一個報道。就是以前出賣台灣的那個啊，出賣台灣那個東西，不是出賣台灣，是伊朗的以前一個總理叫阿傑莫尼還是什麼樣子哈，被逮捕。這個人就是被
以色列跟川普規劃要接掌政權的人，所以他們的內部的政變在持續發展中。那這個人目前生死不明了哈，你這個名字大概小編事後再可以幫我補一下，好不好？所以我想意思在哪裡？他這個事情在動態發展中，所以川普跟以色列在伊朗部分的手並沒有停，當然，而且壓力會他的手可能更殘忍。是啊，他航空母舰在那，更残忍了。然後革命卫队還有一個，川普到達北京的前一天，他的外交部長到達北京去見王毅，他們要得到他承諾，他們非常擔心說到底伊朗怕什麼？就伊朗的外交部長跑去中國，伊朗怕什麼？怕被賣啊？什麼事情他可以賣掉他？所以我想我們不知道。有很多地下的跟水下的事情在發生中，那這個發生中，川普不是笨蛋，他也不會跑去求，他也不是那麼簡單的求他。對啊，他中間一定有一些 deal 交易在進行當中。好，我們這一段按下不表。我要補充一個，川普講了一個非常微妙的話，他說：“我跟你要求一些 favor， 你也會跟我要一些 favor， 然後這個 favor 弄來弄去以後呢，我可能就沒有辦法。我的意思是說。”到底他跟人家要什麼 favor 啊？中國跟你要了什麼 favor？ 那這個 favor 是談下去的時候是談都不能談。現在我的看法反而是說，現在就伊朗問題上，中美是沒得談，雙方都有各的尷尬。中國不可能放棄伊朗，中國不可能背刺伊朗。他如果背刺伊朗，他在世界這個所謂的這個第三世界領導這個國家的地位就沒有了。那川普現在我覺得這一次裡面就摸底，摸底就知道你幫不了我，我也幫不了你。大家就開始，現在有一種可能，這個雙方你們的合作是會開始，還是說兩邊開始那種？寶傑，我打個岔，對，不是這樣子的，不是這樣嗎？川普跟習近平在北京一定有達成協議，有 something happen， 有些事情發生了，所以才有後面的事情發生。你說才有軍售那個東西，對啊，才有說台灣，他如果，而且他特別講無的放矢啊。他講了一個最有趣的話，就是說台灣有人用我美國在後面當靠山，想要搞台獨，是誰告訴川普這些話？是誰告訴你台灣內部有人仗勢，等於說你知道嗎？借勢借端要跟你搞台獨？那這個我覺得才是重點，是這個訊息。就是我剛剛講的，跟您報告第二次，第一次的工作會議的工作午餐。第二次的跟川普的私人的晚餐，那個晚餐跟他在花園裡面喝茶，秘密花園喝茶那一段才是核心問題。那個就是川普自己講的，習近平跟我談了，習主席談了非常多的台灣的事情，我終於搞清楚，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一個國家了解那麼深入。因為他告訴我之後，我現在非常深入了。除了美國之外，我最了解就是台灣了。就台灣了，對不對？所以當時的，所以從那天開始，你注意到沒有？他的戰略的話語，他的戰略話語，他的形容敘事的方法改變了。不是美國方法，他是用習近平的方法來形容這個台灣關係。對，他的用詞都改變了。他的用字，他的敘事方式改變了，那所以這個改變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那這個，但是真的有那麼笨嗎？沒有那麼笨，因為改變，講話改變不等於事實改變嘛，因為法律還是在法律在了。所以我剛剛講的意思在哪裡呢？到今天，他不耐煩到這種程度，突然間打出一張牌說，我要來打電話給賴清德。那個前提是什麼？你知道吧？就是你。更早講了一句話，你剛剛一開始開宗明義講到，就是他在 Fox 的時候被採訪的時候講到一句話，他說我要跟那個當地的管理者談一談。對，他在 Fox 沒有講，他是後來在空軍1號的時候跟那個記者對話的時候講。那個也是 Fox 啊。Fox 沒有講。那個不是 Fox 嗎？他是在空軍1號跟記者對話的時候談的，就是當地的管理者。有人講是說，其實 Fox 是先做的。後來他的幕僚發現你 Fox 的東西講過頭了，所以他才要在空軍1號趕快去跟記者做一些對話，做一些修正。這個時間序我不知道，但是好 OK，就是他在空軍1號講的那一段裡面他的整個敘事的方式只有一個目的，就是 teasing China， 就是一直在給習近平施壓力。然後很快，因為他很急躁，我到空軍1號上就要開始講話。對。
你一定要快點反應，是，所以他的時間不多了，他急了，他的時間壓力非常大。結果中國反應了沒有？沒有反應，沒反應，沒有反應的不多，更惡劣，把普丁叫來，告訴你說您別嘮叨，你看到沒有？他給中國的人民看到，我這個習近平這個偉大的領導人，對，我川普來了，你看，普丁來了，美國總統來看我，現在普丁也來看我，我是這個 King of the Kings， 我王中之王，扮演出這種姿態，變成地球王，突然間變成習近平。習近平，中國很會玩這一套嘛，宣傳都把它搞得很大，然後口惠而實不至。川普就翻臉了，你搞什麼？搞了半天了，你是搞整笑呀？兄弟才上門了，所以馬上把那個面具拿下來。您北北卡點吼台灣吶，不是他打電話給台灣嘛？對，那我們小賴嚇呆了嘛？怎麼這種事情發生了？他不知道怎麼回事嘛？我跟你講，台灣總統沒有能力去解決這個處理這個事情，只能被動來接受。不，我現在講這個事情，不，我在強調這個形容啊。這是個 story， 但是它會不會發生？目前不會，不知道。今天不會，對，不知道。不，我今天不會。應該說，習跟川普還在談判，是看習跟川普在談判，我不知道在談什麼，但不一定在談判。再講白了，我們台灣就是一個籌碼，是你們兩個人這個所謂的求歡不成，憤而行凶，才會來台灣。那如果你求歡成功了，我跟你講，這就沒事了。我再問你一句話，就船過水無痕了。非常謝謝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們都會來仔細的閱讀。我們非常謝謝Shina77，你說謝謝我們的制作團隊的精良內容，他小小心意，我們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們也會努力的來制作您喜歡的一個內容。那我們也非常的感謝這個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後呢，你說謝謝我的用心訪問，你謝謝洪醫師認真教學有關腎的健康這個知識。現在對於這種健康醫療是我們在網絡的部分非常認真要耕耘的一塊。我們當然希望台灣未來是一個強壯的國家，台灣未來也是一個偉大而這個健康的國家。另外，我們也感謝了這個 QB Jackie。那你說我們導正了台灣往正向的道路的無形力量，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我們相信說，走對方向，走正確的路，比什麼都還重要。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這個 Albert 王，他說你深有同感，從大中小去觀看事情，希望能夠找到不同的產業來說說他們的成長趨勢。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整個產業趨勢是呈現一個大爆發的狀況，現在連韓國都非常的緊張，所以未來我們也會多報道這種產業趨勢。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成長。另外就是非常謝謝林立清 D2S， 他說你現在看到了伊隆馬斯克的打不敗神話，現在台積電的50公里的強大供應鏈，我們現在也會針對這些國際趨勢，而且在整個國際變化的當中，台灣我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那我們也看到了，另外就是這個 Lovely 這個您提到的，就是說感謝我們精闢的見解，把台灣的情勢詮釋得非常的清楚，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努力的方向。因為台灣一直在往前走，台灣的往前走，我們要相信台灣。另外就是這個所謂的755裡面，你特別就是感謝，我們也感受到您的這個對我們的肯定，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另外就是這個藍靜，你說謝謝我們制作優質的節目，他是一個退休人士，支持台灣。我們也希望整個台灣一起來進步。另外就是這個 Boy K， 然後呢，你說謝謝我們提供這個內容，然後您說您是政大傳院的學生，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們也會非常努力的來感謝您對我們的一個喜愛。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說很久沒有看到宋老師了，那就宋國成宋老師。那你当然我們在兩岸國際之間，我們也会多做這樣的一個報道，甚至就是一個 Helen Pan。然後呢，你說謝謝明老師，明老師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訪問的來賓，未來他也會定期來上我們的節目。非常感謝你們這個喜歡我們也會非常認真，我們非常感謝，因為這麼多人喜歡我，對我們來講那是一種責任，那也是一種我們需要的這種所謂的使命，我們會好好的把這些工作做好。謝謝。